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今天视频我们来了解什么是哈雷匪帮风格。说到匪帮的改装风格，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较长的鱼尾排气、高高的手把，包括全身彩绘或者全身镀铬以及长的大拖尾，也有可能会想到一个粗壮的美国大汉，满身纹身，胡子拉碴、小马甲，有股黑帮的即视感。这应该是很多人对匪帮这种改装风格根深蒂固的印象。其实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，真实的匪帮文化就是这样，因为它的起源实际上来自于墨西哥裔的美国人，说的是1940年之后，墨西哥人移民到了美国郊区，但是由于种族的原因，他们在美国并不受待见，而且他们一直在捍卫或者抵制白人，并且宣称自己是奇卡诺人，所以匪帮的改装风格也叫奇卡诺风格，也叫哈雷黑帮风格。所谓黑帮风格，主要说的是当时墨西哥的帮派。我们都知道，在美国帮派非常盛行，在美国的墨西哥人也不例外。并且奇卡诺风格不仅有摩托、汽车、帮派、嘻哈，还有纹身。奇卡诺的纹身主要是女人、头骨、花朵，包括宗教人物。典型的代表，他们会在手指上纹一个十字架，并且这是一种标志。而且国内如今玩哈雷的有很多人也这样纹。其实很多的哈雷改装风格，它在美国是有历史渊源的。它不仅仅是造型、穿衣打扮，更是一种文化。而我们国内是在模仿他们的穿衣打扮，他们的摩托车改装风格。并没有文化可言，所以是空洞的，有点跑题。后期这种文化主要起源于加利福尼亚州、德克萨斯州、新墨西哥州，包括亚利桑那州，慢慢的流入到了美国西海岸。起初主要体现于 Lowrider 汽车文化，就是那种跳动的敞篷汽车。慢慢的，这种改装类型发展到了摩托车上，保留了让车辆慢速，尽可能的低趴在地面，让旁观者可以慢慢欣赏。时至今日，匪帮改装一般选用哈雷豪雅、继承者、软尾司令，包括路王，也可以使用雅马哈 XV1600、铃木的 VL1500，包括川崎火绳等等都可以。并且这种改装分为视频里的低把，或者使用高圆把带别箱或者不带别箱。严格来说，圆把更有味道。比方视频里这台就是圆把。一般这种改装使用21寸以上的辐条轮毂，并且它的辐条都是定制的，非常密集。一般前轮胎相对窄一些，如果要改装高圆把，至少选择16寸以上的，而且会降低减震，加长前后挡泥板，主要是为了骑行时候的姿态。另外更典型的就是双边双出鱼尾排气，这个鱼尾排气一般选择的至少36寸以上的，也就是说它的长度必须要比后尾长一些。夸张点的鱼尾排气会比后尾长出1米多。另外减震、后摇臂、全车螺丝、车把、排气，你可以看到的都是电镀件，并且反光件一般都在车把下方。另外轮胎的选择，白边轮胎才是最有味道的。现代改装有资金的会使用空气悬架、自动换挡，包括液压离合，当然也有使用低把改装的。其实低把的姿态比高圆把更难骑。先大家听一下鱼尾的排气声浪。其实改装鱼尾排气，它的声浪不会更好听，也不会更浑厚，只是鱼尾排气相对起来更有姿态。这台除了改装了低把之外，包括改了空滤以及包了白色坐垫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其实改了低把骑行更难受。而且你一定要骑得慢悠悠的，这样的话旁观者才可以看到。带边箱的改装就视频里这样，相比来说这台车几乎没有改变，只是换装了鱼尾排气，加高了车把，用了一个全新的坐垫，换了一个白条轮胎，除此以外基本都是原车的，没有大变动。综合以上所有特点，就是一台匪帮风格。但是大家千万别以为匪帮就这么简单，所谓一台哈雷就可以有1000种改装方式。比如视频里这台全车彩绘，发动机雕花、车架雕花、排气雕花、减震雕花、防摔杠雕花，包括车把雕花。你可以看到的，除了彩绘全是雕花，更是可以做到座椅雕花，无数的彩绘方案，车把的流苏，各种改装油门手把图案，甚至前后挡泥板就可以有无数种的改装图案。而且匪帮也可以是自行车，这种自行车就是真正的 Lowrider。跟摩托一样，高低手把、密集的辐条轮毂、很低的车架，包括各种装饰物。视频最后总结一下，其实匪帮改装如果不追求极致，是哈雷里面最简单的改装。ULP 8板、插板，包括班格，简单的多。比方哈雷豪雅，可以说就改装一个车把，包括加长排气，就是哈雷匪帮的样子。而且我们国内改装这个样子的非常多，并且正规俱乐部改出来都可以上牌。比方印尼定制、黑金定制、自由大道定制、美尼定制等等。比方三亚、成都、上海、连云港那一片更多。大家可能见的比较少一点，但玩家很多，有时候不是一个圈子，你也不会太在意。再说玩这个类型的，也不可能天天出来炸街。并且这几年国内哈雷改装，比方前后挡泥板、油箱，我们也可以做加长，包括做全身彩绘，但是一些零部件包括改装思路还是非常欠缺，基本还停留在模仿，包括采购。正如开头所说，美式哈雷对于我们而言没有文化基础。包括车辆的造型也好，车辆的风格也好，穿的皮衣也罢，雕的雪茄也罢，实际上就是一种模仿，一种爱好，没有其他含义。